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的心在自然的状态下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很多人会说是安静的、平和的、没有杂念的，但其实错了。你的心在自然的状态下就是会有念头的，因为这是我们大脑的工作方式啊。神经科学有一个概念叫默认模式网络，就是当我们在没有专注任何事儿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会自动启动一个模式，这个模式会让你的思维开始漫游。你在想过去、想未来、想各种的可能性，或者是想各种的关系。那么为什么我们大脑会这样呢？因为从进化角度来看，思维漫游它是有生存价值的。我们的祖先在森林里休息的时候，如果大脑完全放空，可能就被老虎吃了。所以大脑会保持一定的活跃度，它会思考刚才走过的路安全吗？明天去哪儿找吃的呢？或者是这个部落里谁对我有敌意呢？这种思维活动让我们的祖先活了下来，所以这个机制被保留在你的基因里。那么到了现代社会，虽然没有了老虎的威胁，但是默认模式网络还在运作。所以你会想，今天的会议怎么办？账单有没有交？那个人说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我们的问题，而是人类大脑的配置，它是一个标配。在2010年，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大规模的研究，它发表在《科学》Science 杂志上。他们用手机 App 追踪了2000多人的思维状态，他们发现人类平均有47%的时间思维是在漫游的，不在当下的。而研究发现，即便思绪漫游到了愉快的内容，但相比专注当前正在做的事儿，幸福感并没有提升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天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体会不到幸福的。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了杂念是正常的，那很多人的反应就是努力的对抗它，我要控制我的念头，这就是第二个误解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对抗的越多，杂念就越多，这是心理学上的白熊效应，也叫反弹效应。在1987年，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·维格纳做了一个经典的实验，他让实验者不要想白熊，然后记录他们多久会想到一次白熊。结果发现，那些努力不要去想白熊的人，反而想白熊的频率更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试图压制一个念头的时候，你的大脑需要一个监控机制来检查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念头，但是监控机制本身就会不断地唤起这个念头。这就像你越说我不要紧张，你越紧张。当你发现了自己走神，你说不行，我要专注，然后你开始和杂念搏斗，你越搏斗，你的注意力就越集中在我在走神这件事上，反而更容易走神，最后累得筋疲力尽，然后你下了一个结论：我不适合修行，或者是创作，或者是做什么事儿。但真相不是你不适合，而是你的方法错了。其实这个问题古人早就看透了，在《庄子·人世间》里有一个概念叫心斋，说的是颜回问孔子怎么修行呢？孔子说：若一志，吾听之以耳，而听之以心；吾听之以心，而听之以气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要用耳朵听，要用心听，然后不要用心听，要用气听。听起来玄之又玄，但是它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要用力，要放松，要顺其自然。这就是道家修行的核心，无为。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不刻意，不对抗。你越想控制念头，念头就越不受控制。但如果你不控制它，你只是看着它来来去去，念头反而自然平息。老子说：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。我们保持空，保持静，然后看着万物，包括念头，升起又消失，消失又升起。你不参与，你只是观察。其实观察的方法我们在之前的视频有讲过，就是当一个愤怒的念头升起，你不要说我不应该愤怒，而是说愤怒的念头升起了。或者是当有一个吃夜宵的念头升起来了，你不是说我要为了我的身体不要吃夜宵，而是说关于夜宵的念头升起了。你看到区别了吗？一个是对抗，一个是觉察。这就是禅宗说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念头起来没关系，只要你觉察得快就行。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克什米尔湿婆教的说法，这个传统认为念头本身就是意识的显现，是神性的表现。一切显现，
包括念头、情绪还有感官体验，都是意识本身的舞蹈。我们不需要排斥任何显现，因为一切都是意识。杂念是意识在玩耍，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消灭这个玩耍，而是认出这个玩耍是谁在玩。当你认出它，你就是那个玩耍的主人，而不是那个被玩耍控制的奴隶木偶。我们说到这儿，你可能会问，那专注力到底是什么呢？大部分人对专注力的理解是持续的把注意力固定在一个对象上，然后排除所有的干扰，这叫聚焦式专注。在某些情况下，这些专注是有用的，比如我们要完成一个复杂的任务，你要解一道数学题。但是在修行中，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专注，叫开放式觉知。你不固定在任何对象上，而是保持一个开放的、接纳的、不评判的觉察空间。念头来了，你知道；念头走了，你也知道；声音出现了，你知道；身体感觉升起了，你知道。你就像一面镜子，所有的现象在镜子里出现、消失，但镜子本身它不动，不沾附任何东西，这才是真正的专注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些听起来很美好，但是有用吗？有用，而且它是科学可以验证的。在2011年，哈佛医学院的 Sarah Lazar 团队发表在《神经病学研究·神经影像学》上的研究显示，8周的正念冥想训练可以增加大脑前额叶皮质和海马体的灰质密度。前额叶皮质负责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执行功能、情绪调节和自我觉察。而海马体负责的是，大家都知道，是记忆、学习还有情绪管理。换句话说，当你用正确的方式修炼，不是对抗杂念，而是觉察的，我们的大脑就会发生物理层面的改变，你会变得更能调节情绪，更能保持觉察。而长期的练习，你的大脑会自动减少无意识的思维漫游，更容易保持在当下。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理论，现在我们讲实操吧。第一步，要认出杂念。当你发现自己在想别的事儿了，第一反应不是糟糕，我又走神了，而是杂念出现了。这就像我们在街上走路，我们看见一只猫走过去，你会说这是一只猫，不会说天哪，怎么会有猫？猫不应该在这儿。这个杂念就是猫，它出现，我们看到，就是这样。接下来，不要评判，这一步非常关键，不要给我们的杂念贴上标签儿，比如说这个念头不好，我永远学不会，等等等等。因为一旦我们评判，我们就陷进去了。而我们要做的是认出它是一个什么念头，比如说这是一个关于工作的念头，这是关于吃饭的念头，这是关于焦虑的念头。就像植物学家看到一株植物，他会说这是某某科的植物，不会说这株植物真讨厌。而我们就要像这个植物学家一样，看清我们的念头它属于什么科。第三步，认出杂念以后，不要用力拉回来，不要责备自己。就像我们牵着一只小狗散步，小狗跑开了，我们轻轻地把绳子拽回来，继续走。最后重复以上的步骤，你会发现杂念会不断的出现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认出它，不评判，然后回来，认出回来，认出回来。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修炼。很多人以为修炼的成果是终于没有杂念了，那么结合我们的视频来看，它是正确的吗？因为真正修炼的成果是我们和杂念的关系改变了。以前杂念出现的时候，我们会烦躁，会挫败，会想放弃，但现在杂念出现，我们会平静，会觉察，会回来。以前我们被杂念牵着走，现在我们看着杂念来来去去，因为你是主人。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个过程。我们的意识就像是天空，而念头就像是云。有的云是白云，看起来非常美好，比如心情好，天气好；而有的云看起来就像是乌云，它看起来很可怕，它会告诉你，你很失败，你做不到。但是不论是白云还是乌云，它们都只是云，都会飘过去。而天空本身从来不受影响，天空不会因为有乌云就会变成乌云，也不会因为有白云就变成了白云。天空永远是天空，永远澄明，永远广阔。
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消灭云，而是认出你就是天空，而不是云。当你认出这一点，云来云去，你都能保持平静。一白给你一个过渡方法，它叫数息法，这是佛教最古老的修炼方法之一。很简单，我们闭上眼睛，注意我们的呼吸，吸气默数1，呼气默数1，吸气默数2，呼气默数2，然后一直这样数到10，数到10以后再从1开始。如果中途走神了，不评判，从1重新开始。为什么这个方法被广为流传呢？因为数数它给了我们大脑一个任务，它减少了默认模式网络的活跃度。同时当你走神的时候，你就会明显的知道了，因为你数不下去了，或者你数过了。这个方法可以训练你的觉察力，当你能够连续数到10而不走神，你就可以进入更深的观想练习了。我们今天讲的有点多，一白总结了一下核心的几点。首先，有杂念是非常正常的，这是我们大脑的默认模式，不是你的问题。而对抗杂念会让更多的杂念浮现，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白熊效应。正确的方法是觉察，不是控制，认出杂念，然后不评判，回到观想。修炼改变的不是杂念的数量，而是你和杂念的关系。这个过程会改变我们的大脑结构。如果你现在正在做前几天的观想练习，不论是内在小孩的疗愈，还是生命之树的扎根，当你遇到杂念的时候，记住今天讲的这些，不要和杂念搏斗，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，他们只是云，你是天空。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一点，你会发现修行会突然变得很轻松，不是因为我们的杂念少了，而是因为我们不再把杂念当回事儿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。如果你有任何体会或者疑问，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交流。我们下次见。